我老讲，中国是一个没有政治学的国度。我相信我教中国政治这个课堂的这个内容，是在中国的所有的这个大学的课堂里都没有人讲过其中任何一堂课堂的内容的。就是阻止你讨论政治的，往往都是你身边的熟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单位、你的同事、你的老师、你的同学。所以这种每个人个体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越来越被孤立、被原子化，是很具体的。你让我去中国吗？对，你不要说到中国去我去谈这些东西，那你即使不让我谈这些东西，我去中国你都不让我去，你都怕。那我谈这些东西，你让我谈吗？对，当你不让我谈的时候，那我到那里去，我就失去了我去的价值。不过是再多一个受苦的人嘛。为什么在中国一个派出所长就可以欺负你？对，这里一个警察局长他敢吗？李克农，对，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1号特务头子，周恩来手下第1号特务头子。在延安就是中调部部长。当然他1949年以后去世的比较早，可能后来的知名度没那么高。这个李克农给中共的干部讲课，他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到处在骂中共？”他说：“我可以骂，你们不能骂，我骂是我的工作。”那么今天难道中共就完全放弃这一套？我相信是不会的。曾经中国人人人在饭桌上聊政治，只是在公开场合不敢讲政治。可是政治有无处不在。您现在如果要讲一个最清楚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到底懂不懂中国政治？中国政治你可以不懂，那不懂的话，要不要讨论中国政治？要不要讨论政治？因为这个政治感觉在中文语境下面是最大的敏感词汇。我就想问您这个问题。我想，讨论政治肯定是需要的，是中国人热心讨论政治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一个东西。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讨论一个问题，你总要对这个问题有些起码的了解，有些基本的知识。首先，在中国，政治是个什么东西？那我还知道，我们当初到美国来学政治学的时候，颇有一些理科的学生说到美国还有学政治的，那他为什么呢？他觉得就是说中国的大学课堂上那个政治课那个政治那是他们理解的政治，就是这个政权把意识形态灌输给你这个叫做政治。那这个政治我想不需要去讨论，没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刚才讲，不就是一堆废话吗？就是来毒化你的脑子嘛。那既然不是这样的政治，那什么是政治呢？那当然就是现实的权力关系。为什么在中国一个派出所长就可以欺负你？这里一个警察局长他敢吗？我不讲这个美国民主现在如何衰败如何有问题，但是这一条首先绝对不会有一个警察局长现在就跑到你边上来就可以欺负你，绝对不会有这种问题，这本身就是政治。中国现在发生的这些所有的这个事情，当然都可以溯源于政治，都是因为政治的因素在起作用。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每日每时生活在其中你就懂这个东西。人类自从第一个人类开始就呼吸空气，但是人们对空气的认识，那这是有了现代科学以后才知道空气是什么东西。人类还没出生以前，这世界上就有水。但是有了现代化学，才知道哪怕这么简单的一个氢二氧一，那你在这没有这个之前你不知道。至少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不知道这个东西，他也是天天喝水的。那你没有去上初中以前，你不知道水原来是这么一个组成。那么政治这个东西当然就更复杂了，是吧？那中国呢，其实我老讲，中国是一个没有政治学的国度。那么政治学是什么呢？政治学就是研究政治的，是吧？那你没有政治学的国度呢，就是没有人研究政治。但中国充满了政治，没有政治学。
如果说有的话呢，那就是政治的灌输、政治的洗脑。那为什么没有政治学呢？1949年以前中国也有政治学，1949年以后就没有了。这个就是这个政权的性质一个所谓极权主义政权 totalitarian 这样一个政权，那么他对所有的这个领域包括你思考的这个领域都是他来掌控的。那中国为什么不能有政治学？因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学家就是毛泽东然后就是邓小平，现在就是习近平。对，习近平书出的一卷一卷又一卷，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学了。那当然他不允许其他的人再来讨论政治。所以如果你讨论政治还是按照毛给你的这套语言，毛给你的这套逻辑，毛给你的这套思维，或者共产党给你，或者你就是说我一切都和共产党反着干，对，毛说是红的我就说是黑的，那这个我觉得逻辑上还是一样的所以我想政治要讨论呢，其实我觉得可能今天中国如果要想改变现在这样一个状态的话，最基本的一个办法就是大家要对于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有一个基本知识。你比如说到底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个什么体制？对啊，那你问美国人，美国人都说我们这是民主体制那这个我想他也可能不喜欢民主，他可能喜欢民主那他都知道这个是民主体制。如果你要说这个体制不是民主体制，那你必须要有一整套的论说来重新给它界定。那你中国是什么体制？那你问中国一般出来的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对吧？这个在中国都没有人敢讲说这是共产党体制，是吧？中国人在社交，你看有几个人在微信什么微博上敢说共产党？是。就有一些词儿是不敢碰的。不，这个非常有意思对，这个当年的这个江泽民时代的外交部长唐家璇，对，有一次这个港台记者提问说中共如何，他火了，他说什么中共的因为这个其实你自己不也简称中共吗？对啊，你不就是中共中央委员吗？对，那为什么他中共这个词儿就不能用呢？对，因为他觉得就是说这个港台称到他的时候都叫中共，对。人家台湾本来叫你共匪呢，现在叫你中共，就是按照你的名字叫了。实际上他这个就像你皇帝，你也不能叫他皇帝你要叫他金上是吧？你要叫他天子。哎呀，这个是中国的这个帝王体制和这个共产党的这一套这个极权主义这个东西混杂在一起，极其的奇怪。对，这个张嘴闭嘴我党。我党，然后就党。对，而且讲到这个中国的时候，一个中国普通的人都讲我们国家。我们国家。对你，美国不会有一个美国人会讲 our country。没有人这样说。对，这是在那些政治场合那些政治家们使用的词汇，他们都是美国 US。你在 Twitter 上只要发现有人用英文发帖，然后说 our country， 你就知道这是一股粉红，甭管他怎么装，美国人他不是美国人。不，美国人比如说，他说 our country。对，就是说中国就是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都不能用一个客观的词汇来称呼你的政治事务，对，你怎么能够讨论政治呢？对，所以这个词汇本身就已经被扭曲了。是的。现在呢，当然在中国有一些觉醒了的人，老讲说逻辑非常重要，中国为什么不教逻辑学啊？那其实我也质疑他们，我说概念比逻辑更重要。首先你要有概念，其次才有逻辑。对，概念是你对事物的这样一个概括性的称呼，你有了概念，然后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这是逻辑，然后呢，这才能有思维。你如果只有逻辑，那你的概念都是错的。对，这就像你说，对，我知道这个房子应该怎么盖，但是你用的全都是一些鸡蛋壳，对，你不是砖头，也不是的，这样也盖一个很烂的房子啊。现在很多中国开发的 AI 逻辑不差呀，但是它概念和词都是污染掉的。对，就是这个词语概念，这是人思维的第一步。对，然后呢，开始有逻辑，是吧？这才是。那中国呢，就是你看，你共产党，你不能称呼他中共，也不能称呼他共产党你必须称呼他我党。对，你不是共产党员，你我党什么呀？对，然后说我们国家，但不知道国家这个词，什么是国家，你知道吗？对，这个他不知道。对，那么我是老讲，这
这英文这个词汇那至少有3个词汇和中文的这个国家是相对应的country 这是国家，这个可能你可以说这是 my country 但是也很少有说我们的国家的，是吧？但你要中文说我的国家肉麻也很难。这个然后就是 nation nation 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词汇呢，这中文的词汇就乱了到底民族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词汇。然后就是我们政治学里使用的概念叫 state state 那其实哪怕是马克思主义对这个东西也有基本的区分。马克思的著作是叫国家机器，对，国家机器是什么？国家机器就是现在统计那些人，收你的税，给你立法管着你这个习近平整个统治下的这个党政队伍，这就是国家机器他们的警察、他们的监狱、他们的军队这就是国家机器。你说那是 yours 你说这是 our 对，那是我想习近平先打你一巴掌，对，这都是我的，怎么是你的呀？是吧？这个，所以我想呢，因为中国没有政治学，没有政治学呢，也就是说，中国人从小学一直到大学上了很多的政治课，这个政治课是那些政治掌权的人灌输给你，让你按照他的想法来想，这就他们看作是政治。那如果你按照这个政治去搞的话，那就永远跟着他的路子去想，你就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把戏。所以呢，中国应该进行一个基本的政治学的这样一个教育，在这个基础上大家来讨论政治，那我觉得倒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开头。这个呢，当然我们在西方教课的时候，比如说我好长一段时间教中国政治，对，我相信我教中国政治这个课堂的这个内容是在中国的所有的这个大学的课堂里都没有人讲过其中任何一堂课堂的内容的那么这些呢，我讲这个内容也不是我独出心裁那都是我按照已经有的、已经出版的、那么公认的有质量的这样一些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我可能总结一个我的讲的一个方式，但是也不是我一个人用这种方式讲大同小异，有很多的别的老师、别的教授在别的大学也都用类似的方法讲。那我讲的这个东西也是从我的老师那里师承来的，当然我不是一步一趋，每一个人讲，这个西方也是那我们讲中国政治的时候，一个老师讲一个样，对，但是基本上大家能够到一起对话，这个就叫和而不同，就是说我们都能到一起谈话。但是如果咱俩讲的都你讲一句我讲一句，我就重复你的话，咱俩就不必要到一起谈话了，是吧？中国人习惯的是什么呢？就是 dictate， 就是吴老师，你坐着，你别跟我说2小时，你跟我说30秒。短视频，对，30秒，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干嘛？就是已经习惯了被教化，被 dictate， 然后就也不会开放讨论，然后也不会，就他不能接受没有唯一一个标准答案。这个是我想呢，其实这个应试教育标准答案呢，我就是讲这个实际上呢。和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样一个统治，它是非常非常的内在合拍的。我们讨论中国的新闻，对共产党对报纸的一个经典的定义叫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对，这是胡乔木给他下的定义。对，所以那你就一天到晚就看人民日报，这就是你教科书，你就学这个东西，然后所有的教科书都千篇一律，所以你拿出来人民日报第1版和解放日报第1版和南方日报第1版重要的结构都是一样的。那其实呢，在学校里应试教育这一套那么当你走上社会生活，人每天都在应试，实际上那实际上那谁在出题，谁在判卷，谁在给你给成绩，那就是这样一个 totalitarian， 就是这个极权主义政权最后那些学校也得按照他的走。所以如果大家真能够对中国政治有合乎现实、合乎国际主流的这样一个起码的了解的话，那我想可能中国人的启蒙就有了决定性的一步那个倒真是一个好事情你也是因为这个呢，其实我也多少年也有心做一个，比如说做个网上课程，就把我在
西方给大学生讲的这个中国政治这个课，在网上给他讲一遍。那我陪着您讲吧。但是这个事情呢，这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呢？这事情很花精力，对，有几个人听也不知道。这个，而且我也讲过，我为什么不愿意做普及呢？不是说普及不重要，是因为呢，人的生命有限啊。我如果能活150年，对，那我愿意拿出50年来做普及啊。但是可惜呢，这个人没有那么长的寿命，对，这个我老讲，我说我现在想写的东西，我觉得我可以有独特见解。现在已经出版的书里面没有讲到的东西，只有我能讲到的东西。我觉得我能把我现在想到的东西，还不会讲都写出来，把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都写出来，300年我也写不完呀。所以我必须筛选又筛选，我可能有10个题目想做，最后我筛选，只筛选1个题目，那这1个题目，那要做个以我这样的愚笨，做10年做出来，那一辈子一共做不几个题目，做不了几个。但你没发现，如果你不把那些常识先说清楚，你跟别人对话非常困难。我现在就发现，这个为什么包括我在做一个一个去做这些知识类的东西，就像我去上老师的课，我要先把你的 required reading 读完。如果我们不建立在一个共同的阅读的基础上，我们这个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就这2堂跟老师上的这个课是没有意义的。对，非常对，对。所以，一个公共的、共同要建构的共识和阅读基础，我觉得现在是比任何时候都重要的。是非常重要，对。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活呢，可能也有很多人可以做。就是我是希望看到别的人出来做这些事情。每个人吧，他其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像我们不管多么渺小，多么力量微薄，就是要找到自己，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大家都能做啊，但是呢，我只能做其中一点的，我就做这点做的可能比别人好一点点，那我就去做这一点。如果一个社会啊，如果每个人都找到了这样一个位置，这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社会。实际上呢，过去这个希腊的经典的政治哲学家呢，他也在讲，从政治的角度，就是什么样是一个好社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这么讲。其实中国的孟子也讲过啊，就是说每一个人找到那个角色，他所在的位置，他所发挥的作用，都是他最适合他的啊。就是别看我们2个人都是普通人，对，好像其他东西都一样，但是你把我们2个人现在位置和我们2个人做的事情换一个位置，那我就可能不如我原来那个做的好了，我就比你做的要差一点，你就要做的也比我过去做的差一点，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就有问题了。那当今的社会呢，或者说人类社会的实际呢，就是说，那最不适合当最高领导人那个人，可能再当最高领导人，对，那这个最不适合应该来这个当教师的人，可能在那当教师，对吧？那这样就带来了这样整个社会的混乱啊。那这个是从这个所谓制度，说到底就是说，它有一个那社会是人组成的啊，那么每个人如果都有自己最恰当的角色、最合适的功能，那这社会要不好很难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你会又发现他们人人脑子里都有政治一根弦。这个江油是唯一一个我们觉得看到很好的希望的，就在场没有人说给外媒递刀子，不要对外媒说话，人人反而都举着手机在录像。可是除这个之外，我们看到大量的中国这几年的公共事件，其实很小的事情，然后大家去维权，然后可是经常微博上说不要接受外媒采访，给外媒递刀子。还有一个就是人人都没有像现在这个，您肯定熟悉，在文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就人人谈政治色变，谈媒体色变，那个每个人都是一个政治审查员，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当然是因为政治的专制权力在那里。非常的严酷，那么不要讲今天中国共产党它这么严密的控制体系、监控体系，那么即使中国传统王朝，我们也都知道莫谈国事小酒馆现在贴的这个东西，实际上这是整个这样一个民众呢完全失去对于公共事务，不要说你去参与、你去决定，就是说你连讨论这个事情的这个权利都没有。
这个本来是一个最基本的人的权利。这就像你在家里也是一样啊，你一个家庭你能就是说我除了吃饭以外，别的事儿都不能张嘴啊，那我就讨论吃饭也是公共事务啊。你比如说，那你回到家你说啊，咱们家今天要做什么饭吃啊，你可以插嘴，你才会觉得你这是家的一个成员吧。如果就是说你根本就是说你不能发言，对你根本就不能对这个事情说这个今天吃什么饭你完全不能说话，那你这还是什么一个家庭成员嘛？那你实际上那中国人把吃饭当做天大的事情是吧？这个民以食为天，但是你马上就遇到了食品安全啊这样的问题，我可不可以讨论啊？这不是政治，但它确实也是政治，对吧？那你酱油这个事情啊，几个孩子之间互相霸凌，对，这本来在一个正常社会也不是政治，不是政治，因为背后没有公权力，是吧？这不是说警察来欺负你，这马上就是政治了。这是几个孩子之间啊有霸凌，但是为什么它也是政治呢？那很可能的孩子之间的身份啊，某些人他们背后有公权力这样一个家庭关系，那么再加上呢，那么公权力马上觉得说我会偏袒一些人啊，打击另外一些人。这今年年初陕西蒲城那个职业教育中心，那个就非常明显啊，一个小孩子被他的同学推到楼下摔死了啊，然后就是马上就是这个校方就会偏袒那几个啊肇事的孩子，那这个当然就公权力就开始介入了啊。那本来学校也不是公权力机构，但是这个学校，它还是什么全国的什么先进单位等等啊。那你去看今天中国的一个地方权力网络的话，那一个中学的校长都和这个当地的政府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关联，它是这个中共的这个党政体制的一个部分啊，这个公权力马上就介入了。所以呢，这个东西你要说你不谈政治，在中国，那你可能就什么都不能谈。实际上你什么都不能谈。可是我们现在又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会把你我这样的讨论就觉得像洪水猛兽。第二会说有什么用呢？你们坐在阳光明媚的加州，你们在聊，我们在中国苦熬，我们每天为吃饭下岗那个而难受，我们的日子已经够不好过了，我们还聊政治吗？会更不好过。对，这里边当然我们今天坐在这样一个空气清新、阳光明媚这样一个加州的这样一个环境里讨论这些问题，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有一种负疚感，这个东西呢，就像我谈到我在山东的父老乡亲一样，那我想让他们过我这样的日子啊，不是我剥夺了他们过这种日子的这样一个机会和权利，是我想让他们过这样的日子，结果我被赶到这里来了。对，这个东西这个悖论就太大了啊！所以作为你我来讲，我不是说所有在美国的人都这样，或者在中国之外的人都这样。作为你我，那我可能宁愿到中国去和你一起啊。如果我们能够把生活改造成像在这个今天我们在加州，在美国这个环境这样，我们本来就是想做这个事情。那么如果呢到中国去谈这个东西，那现在明天我们就买飞机票到中国去谈去，去青岛，高兴得不得了啊！我们是愿意去的，对，所以那些指责我们说啊，你在外边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也不会到中国来，你让我去中国吗？对，你不要说到中国去啊，我去谈这些东西，那你即使不让我谈这些东西，我去中国你都不让我去，你都怕，那我谈这些东西，你让我谈吗？对，当你不让我谈的时候，那我到那里去，我就失去了我去的价值，不过是再多一个受苦的人嘛，这有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就完全失去了能让更多的人也过上我们现在这样过的这种生活的这样一个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凡是说那种话的人呢，我觉得应该是别有用心啊，应该是别有用心。这可能是站在也许是中共的五毛啊，也什么，这个不去给他扣帽子，但是我觉得一般的人都会就是说知道就是说他在中国的这种处境不是因为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给他们造成的，也不是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些东西他们失去了这些东西啊，我们大家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那样一个，他们失去了可以自由谈论中国的这样一个各种各样公共事务的权利，那么过着被剥夺被压迫的这样一个日子，那么我们在这里有
个体的自由，能够谈论这些问题。但呢，我们也失去了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对，想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这样一个权利和自由。我们也是只是部分自由而已。那这个让我们丧失这些东西的人是现在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我觉得其实在中国，不是不可以讨论很多的公共问题那至少在习近平以前吧，好像我知道在饭桌上大家都可以讨论。对那不仅是可以讨论很多公共问题，那你甚至可以，那1990年代、2000年代，那中国的官场上饭桌上流行了很多关于江泽民的段子不管这些段子趣味高低再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你可以在那里嘲笑你的共产党的这样领导人，这本身确实是有。那共产党制度没有变的情况下，也是不是共产党给了你这个自由度？那大家都试探着，我可以说最后大家就说了。现在为什么就不敢了呢？我不认为就是说，你要家庭吃饭的饭桌上，你讨论这个问题，你马上就会遇到危险。我觉得中国人心还没坏到这个地步吧，也许我太乐观了你一家人周末聚会，然后你的一个亲戚因为你说了几句，现在江油发生这么一个事情，你的一个亲戚马上明天就去给你告到公安局去了。反正不一定告到公安局，饭桌上给你拍桌子是一定的。我都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个呢，我想大家就可以争论了，大家就可以争论。如果就是说你连你的这个亲戚、朋友、同学，他可能不是这个政权的这样一个主动的一个辩护人、一个维护者，他不过就是接受了一些错误的信息，他不过就是因为被洗脑，他因此他的思维方式是那样的。他如果来给你辩论、给你争辩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觉得他很无厘头，那可能他觉得你也很无厘头。那么如果这种场合下你都不能说服他，那我觉得这确实也是我们这个向往的那么一个社会现实那就很难说服现在在中国不愿意接受这种社会现实的人。那我们讲的这套东西还有什么力量呢？但实际上现在就这样的情况，就从我的观众回馈，还有我身边的人，尤其年轻人，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所有人表达出来的一个苦闷就是，自己的父母先是左的，取决于他们父母多大岁数。很多我们的父辈都是五毛，都不是五毛，都是毛粉。然后给的逻辑就是：第一，不要碰政治；第二，有什么用呢？然后第三就是中国这么多年已经很好了，美国人要掐我们脖子，就是这套东西你会发现几十年，可能现在跟我们之前讨论的80年代都是，相比于80年代都是大幅度倒退的，而不是进步的。就是阻止你讨论政治的，往往都是你身边的熟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单位、你的同事、你的老师、你的同学。所以这种每个人个体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越来越被孤立、被原子化。是很具体的现象对，其实这个现象我也听说很多，蛮有一些在这边的朋友就会说，我爸爸妈妈3个月以前还在这里住，这个每天吃过晚饭在周边这个小公园里散步，都黑天了，他们也没害怕过，这回去才3个月就开始打电话论说你住的地方安全不安全在美国这个美国人到处都是枪击案对啊，他说他的记性怎么他在这里生活过呀，怎么会这样的呢？那我也觉得这种心理现象呢，比较难以让人理解。但是我就是因为觉得难以理解嘛，我就试图去理解。我感觉呢，就是一个呢，他可能在这样一个通过社交媒体，今天也许是打电话他们在说这个话，也许是微信上在说这个话，也许这个父母呢是感觉到就是说这些东西都在被共产党监控之中。那我说这个话呢，可能对我有安全上的保障。还有一个呢，就是人的习惯很重要。他回来以后，他生活几个月就养成了习惯，天天看这个洗脑的这个媒体报道呢，他可能觉得呢，你那变化了等等。其实我觉着，在中国希望推动中国向更好的一个政治状态、社会状态去变化的人呢，像我们这些人，可能是应该有责任去提供一套。
这个提供一些这个智力的支持啊，那么精神的一个养料，去给那些能够在感性上，在基本的原则上愿意向往这个有更多权利、有更多自由这样一个社会，对中国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批判性的思考的这样一些人，他们可能只是在感觉上、在感性上有这个东西，但是没有足够的知识准备，没有足够的这样一个智力训练、逻辑训练去说服对方，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党国的洗脑机器所以他那里有源源不断的这样一个东西供应给他们，但是这些和我们这个基本的价值观念取向一致的人呢，他背后没有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智力库来支持他们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像我们所谓知识分子了，那我们本来就是做智力工作的，我觉得我们现在有责任可能做这个事情，需要大家去针对一些焦点的问题包括事实的澄清包括这个逻辑的澄清，包括这个概念的澄清，那么当然也提供一些基本的方法论辩的方法，说服的方法。我觉得这个倒是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倒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老说就是说海外的我们这些人能做什么，我们就可以做这个东西那么在国内知识界也可以做这个东西，是吧？你不用去做一些直接针对政治敏感问题的这个说法，而且做一些基本建设的这样的东西包括就是其实这个亲人之间吧容易争吵呢，这也是中国社会一个特有现象，他总就是亲人之间没办法讲道理反正就是那你一说这个东西我不同意，两个人就呛起来了呛完了还是亲人嘛所以他这样外人呢，就是说你不能见面就跟人拍桌子了，对，这个反而有时候有说理的余地，这是中国传统上一个熟人社会带来的人际交往的一个缺陷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你要有一种对每个人都可以说理，那你对自己的父亲母亲，你的生活你相信的这些道理你都不能让他们接受，我觉得这说明我们这个道理本身确实我们对它理解的不够，缺少阐述力这个当然一些重要的事实，你比如说在中国流传的说这个武汉肺炎是美国人来散播的等等这个东西这个我想其实我也看到海外至少社交媒体上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句话就解决了就是说如果这个武汉肺炎它叫什么COVID 的中文怎么说新冠肺炎新冠肺炎对，如果这个新冠肺炎是美国人传播的，那为什么中国不赞成这个病毒溯源为什么中国政府就是坚决抵制病毒溯源？那这只能说明中国政府是和美国这个合伙来这个要毒害我们中国人吗？这不是？他说了溯源了，你们美国人这个是不是你这下一句话当然就是说，在国际社会任何这样一个调查都是要有国际有公信力的组织来调查，对吧？如果你觉得说政府说什么，中国政府说什么，它就是真理了，那你说的这些话，听着你都是完全听中国政府的，所以那你就是完全这个很简单。那中国政府说什么你就说什么，那你还给我辩论？你不需要给我辩论了，就是说你就希望所有的人都中国政府说什么你都信什么那我现在就是说，中国政府告诉你，中国的所有食品都是安全的，对，你相信不相信这句话？对，然后就会说没办法，中国国家那么大，政府管不了那么多。既然做毒的都是个别的企业黑心老板，所以要那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向他的民众保证说中国的食品都是安全的？他应该说中国的食品有很多不安全的，我们政府没有办法全都管过来，你们每个人要自己小心，要自己去监察，要自己去监督。他为什么不说这个？他为什么不告诉你这个呢？这就像你是我，对吧？你作为父母，对，你告诉我说，你出去遇到任何人，你都要相信他都是你的朋友，这就像这样。结果我出去被人抢了，被人偷了，
那你说你是害我呢，你还是？他会说那是个别情况，你们为什么老用带色的眼镜看着？那么多好事儿为什么不说？就记着一次被偷，就记着一次被毒，为什么老用个别案例来遮掩中国的这个？但是当然呢，就是说在论辩当中，你可以退一步，你可以说我没有说中国的食品都是不安全的，那时候都是不安全，我早死了。对，我每天都在吃中国的食品，我也生活在中国，是吧？你在辩论这个人。对，那我讲的就是有不安全的东西存在。那你是希望有不安全的东西存在，你还是希望有越来越少的不安全食品？然后呢，最好是没有不安全食品。所以当我说这个负面的东西的时候呢，我是希望改善它，减少它，减少了对你好，对我也好。对，这个我没有说政府不好啊，我说的就是食品不安全。说的呀，也是啊。所以你干嘛骂共产党啊？这是共产党的事儿吗？这是个别黑心企业家的事儿，所以把那些企业家都抓起来了。这个我觉得呢，然后就进入了仇富讨论。当然这个讨论一定是非常难进行的。对，我可以想象这个情况。但是其实呢，我是不主张在这个，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境内啊，在讨论这个公共问题的时候呢，就是一下把它上升到共产党政权这个本身呢，就是说对你这一方首先就处于一个政治上不安全的这个，对方就处于一个政治上战无不胜。对，哪怕你说的都是对的，他也没法应和你，因为他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政治上不安全的这样一个处境当中。所以你要理解他这种心理我觉得呢，就是实际上呢，这也是为什么那种高调反共实际上是很难能够争取很多人的。因为他即使是心里赞同你，他在这样一个共产党高压体制下，他也不敢表达。那不敢表达，他只能想说共产党讲的是对，久而久之他就真信这个东西了。特别好一个问题，这第二个问题就又跟上了。很多从国内翻墙到外面的，不管到油管上到 Twitter 上，主要是 Twitter 出来的，有一些是小五毛或粉红，或者他不该是自关五还是政府的水军出来的一个惯常论调，就是你们海外的也不过懂这些东西，然后反共的人最后的面目更可憎。而另一种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也说自己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人、自由主义的人、自由派的人，对共产党有批评的人，也经常会说你们民运这么丑，反共的人这么讨厌，还不如共产党呢，还不如让共产党统治呢。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的自由语言环境里面最大的两种争论。您身在其中，您有什么评价？刚才我们讲的那种情况哈，包括在海外的华人群体当中呢，也普遍存在。海外华人群体从总体上，从多数上，也是和国内的刚才讲的那些和中共政权比较这个接近的那种观念呀立场也是非常普遍。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我想一个当然是他们到这里看到了这样一个民主社会也有存在它各种各样的不足弊端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那么共产党它灌输的这种一元论的思维呢，就是要么就是好，要么就是不好。当他看到这个东西有不好的，他就不能接受。其实对什么美国是民主灯塔呀这种论调，我都非常不赞成这种说法。对，就是说他这个认识方法本身是有缺陷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而且这种认知，您说的这种认知缺陷，在海外华人之间是普遍的。对，因为他只要使用中文，他只要生活在这个中共的这个语言环境里几十年，他都会有这样的受害，对吧？对。那第二个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民族主义情绪了。那你到了这里来以后，你是作为一个华人这个群体，在这个社会中是非常的非主流相当的边缘。那么你呢，强化。那中国如果很强大，你就觉得好像别的族群就会不敢惹你，这里边实际上有一种利益在里头，当然也有一种归属感在里头。那么我想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那大多数人到这里以后呢，他们不是在这个社会 socialization 的这个过程当中成长下来的。那你看，那下一代的孩子，他其实很多就不太一样。下一代的孩子有的呢，当然也非常这个粉红或者是。那个呢？那基本上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族群的问题他觉得如果中国很强大，那我在学校里，那作为中国人，你印度人就不能欺负我。他更多的是尤其在美国，更多的是 race。对，是这个对种族的问题。种族的问题。那但是这个你在中国，
就是我们刚才讲，你接受的这些基本的概念、基本的观念、分析问题的方法，都是共产党那一套。那你看什么得出的都是共产党那种结论所以我觉得最深层的一个，如果要讲，我是不喜欢用反共这个词，对，就如果要讲，就是说去共，就是那我想这个去共就是从词语、概念、逻辑、观念、思维方法这个方面来去共，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建设，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意识的去进行的那现在就是大家习惯于那些词汇一讲1949年就是解放以来，对这个一讲这个这个北洋，比如说就是北洋军阀这个其实也不光是共产党了，国民党也这么讲。那一讲这个国民党这样，那人家是国民政府那就讲这国民党国民党是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国民党，国民政府，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这就像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也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那么还有多了，这太多了，这只是随便举几个例子。祖国就是祖国母亲，对，而且你已经是美国公民，你已经是这个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你到中国每次去不过顶多去1个月，每次都是回国，对。这个，然后在美国永远管白人，然后管美国人叫老外。叫老外。对，这个我也遇到一个，我在过去的一个大学里教书，正好来了一个中国的什么体育代表队和加拿大的一个队比赛，然后这个教授协会就给我们中国教授协会给我们发一个通知说，我们要去为我们祖国的要去为我国的那个队这个加油。我心想，他们说的是哪个队我当时有点疑惑。还是加拿大呀？对他们还我太太还说，他们肯定说的是中国。果然，他们说的是中国。对，你说你这个我想你对这个原来你这个对就是祖国吧？那祖国这个词儿其实呢也被中共的词汇把它道德化了所谓祖国就是你祖上生活的国家嘛。对，其实就是 motherland 是个相对中性的词。对，本来中文有一个特点，就是褒贬色彩、道德色彩非常强。对，这个点呢，就是我就老讲说，英文呢，每一个语言呢都有褒贬色彩的词汇，但是英文里面呢，相对就是一个中性基本的一个词基本上都是中性的。对，是个名词而已。这就像你比如说精英刚才讲了，精英在中国就是一个褒义词褒义词。那 elite 在英文里没有褒义。这是个事实。对，就是它就是一个描述性的词。对，那就是我老讲，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学会用一个客观的词、中立的词来描述。比如说，中国共产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那你叫他共匪，那这就是另外一个叫法了。对，那你叫他就是说无党，那又是另外一个叫法了。那所以我们就只能称呼他中共这就可以了吧？那这太多了。那我想呢，这个，高调反共以反共作为高调反共，就是以反共为首要价值。那么，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情况非常复杂。那么最极端的情况，也是让一般人可能不太意识到，但是呢，也是需要指出来的一个情况，就是共产党的人很可能在做这个事情。那我这个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不是现在的说我知道哪一个这个以反共为最高这个声调的这样一个人，他是共产党派来的。那么我是看历史看到的，这个李克农，对，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1号特务头子，周恩来手下第1号特务头子，在延安就是中调部部长。当然他1949年以后去世的比较早，可能后来的知名度没那么高。这个李克农给中共的干部讲课讲说我是谁，下边这句话我不能原话引，他就说他是中共的最大的特务头子。他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到处在骂中共？他说我可以骂，你们不能骂，我骂是我的工作。
这厉害吧？啊，所以呢，既然中共最大的特务头子李克农当年以骂共产党曾经有一段为他的工作，完全可以推理，今天中共的很多特务也是以为骂中共做工作，当然这不是他最终极的工作，他是这要取得另外的一些的信任。这个在国共斗争的历史上，我可以举出好多这样的例子来，比如说国民党下面的扫荡报，对，这是国民党最反共的报纸。国民党这些报纸反共的声调也是不一样的啊。为什么扫荡报最反共呢？它是军统系统的报纸，对，所以它反共的声调特别高。那么现在可以从中共已经公布的党史材料看，那么扫荡报里边也是中共党员最多的。那这种情况啊，这个我们作为生活在一个平和生活状态的人呢，就是要知道政治这个东西有时候黑暗到无耻到就是这样，对，他就是明明他就是共产党特务最大的特务头子，那他就是要以骂中共，然后来达成他的工作目的。那么今天难道中共就完全放弃这一套？我相信是不会的。实际上，以我对中共的这样一个研究，那么1989年天安门事件，再加上世界共产主义垮台以后，中共处在一个在全球劣势低潮这么一个阶段，他是非常成系统的去研究了他当年取得政权以前处于劣势低潮那样经验，广泛的应用的那种经验。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我不是说所有对以骂共产党对以反共高调就是全都是中共的特务啊，中共也没那么多特务头子。